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陈晓前脚秀恩爱，后脚说排唱，赵丽颖真的伤了。最近娱乐圈流行吃过期糖，庾澄庆的歌曲《春泥》曾经大红大紫，这首歌也是他们夫妻合作的重头戏。当时他的妻子伊能静为这首歌写了歌词，当时歌词似乎只谈爱情，但20年后却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。这些痛苦的记忆在春天落入大地，滋养大地，在下一个花季绽放。就因为他们在节目中挖出了庾澄庆的家谱来有一首春泥歌曲，而他自己并不知道，这全泥变成了伊能静对他默默爱慕的明证。就是过期的糖，越甜越苦。时光总会流逝，前任的糖成了现在的心头刺。前任越生动，现在的爱就越炽热。只是有的人秀恩爱大家鼓掌，比如秦昊、伊能静；有的人秀恩爱却总是被嘲笑，比如陈妍希，越做越尴尬。大概是因为陈晓的过期糖太甜了，那时它就像钻石，现在却像玻璃碎片一样刺人的心。01，她为陈妍希40岁生日办了一场派对，特意请她的丈夫和孩子一起现身秀恩爱。为了强调她的寿星地位，她要求所有客人都穿深色衣服，一身黑衣之中，她显得格外温柔妩媚，夫子守在身边，众星捧月。这不是陈妍希第一次秀恩爱，但相比其他明星秀恩爱总能得到祝福，陈妍希的恩爱永远最多有2条评论：反正他们还没离婚，再秀恩爱没意思。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，她与陈晓的婚姻似乎都没有那么乐观。02，就过期糖而言，陈晓的也很甜。陈晓和赵丽颖，一个是书香门第的小公子，一个是有点靠自己爬起来的普通人。节目播出后，大家都觉得他们很般配，不避嫌的开始扫糖。在节目中，陈晓公开表示赵丽颖偷走了他的心。快乐大本营赵丽颖刚刚说了陈晓对她的照顾，到了吃游戏的时候，陈晓直接剥了虾放到她嘴里。主持人问：你们是情侣吗？赵丽颖笑着对陈晓说：说吧。陈晓点点头，但说：神秘第一。看来节目中的撒泼不够，就连2人的私照也是不避嫌的亲密无间。花千骨，一个接一个，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不是一对小夫妻。赵丽颖拍戏，陈晓参观片场，自始至终2人的手一直没有分开，即使像素模糊，依然能看到他们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。我离正式宣布最近的一次是陈晓说赵丽颖是我的女神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在一起，但我真的被她吸引了。赵丽颖说交给陈晓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看起来既害羞又喜出望外，赛内赛外混杂在一起，让不少粉丝和观众都笑着等待官宣。等等等等，陈晓官宣了，不过女主是陈妍希，一下子结婚生子。这只是团队陆真，没有人送上祝福。后来陈晓在谈起往事时，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是炒作，暗示是公司行为，并扇了 CP 粉一巴掌。原来那些柔情都是假的，摆出来的。但这句话却大大激怒了当时的上司于正，他断然不承认，下令开除 CP。 真相无关紧要，却成了很多人的难题。2021年，赵丽颖离婚，不少人突然想起这件旧事，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向陈晓伸出援手。赵丽颖离婚了，你还离婚？你在等什么？当然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但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人把他们的糖果变甜了。03，陈晓对陈妍希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为了见陈妍希，他极力说服于正让陈妍希出演小龙女。当陈妍希因长相被嘲笑时，陈晓直接站出来替她背锅。
与其说陈晓是在推荐陈妍希演小龙女，倒不如说她是在利用拍戏的机会来拉拢陈妍希。2011年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让陈妍希成为了无数大男孩心中的女神。她身上有着大学生对初恋的所有期盼和怀念，陈晓也不例外。但当时陈晓只是有点透明，与著名的陈妍希相去甚远。陆贞传奇成为当红小生后，于正就听她的了，跟谁玩她说了算。结果他点击了陈妍希。问题是，短短4个月，他还要去探望花千骨剧组，而且还在撒糖。4个月后，赵丽颖成为了他口中的那个人，也成为了他能够坦然接受的人。但赵丽颖没有解释就接受了。当年被黑得很厉害，这是加分项。然而，她的作品总是很出色。她今年3次获得白玉兰提名。花朵。事实上，仔细想想，陈晓坚持认为盛况是不可避免的。当时，狗子卓伟曾发文影射雕哥作弊，千古斗不过包子。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花千骨陈妍希，绰号小笼包，3人的关系一目了然。不谈热情，难免会被说成作弊，那对陈妍希也是有伤害的。对于自己和爱人来说，炒作是唯一的出路。他在婚礼上揭开面纱时的吻，让人觉得很甜蜜。那时，陈妍希是他的上帝。他说陈妍希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女孩。但陈妍希的名声并不好，无论是与某位艺人的绯闻，还是节目中装清白明显有内涵的吴君如，还是婚前交过无数男友，她都成为了大众心中的当红女星、海洋女王。尤其是在婚礼之后，当传闻她卷入某艺人的绯闻时，陈晓的脸色在公众面前明显不太好，以至于有人告诉她，我以为我找到了一张白纸，但它实际上是一份报纸。他为陈晓录制的获奖演讲，陈晓看得目瞪口呆，眼神犀利，仿佛下一秒回头就会拔出刀来。还有人看到陈晓在机场喝得酩酊大醉，泪流满面，红着眼睛2次过安检。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这与陈妍希卷入丑闻的时间非常吻合，所以人们很难不去想他。本来就对陈妍希口诛笔伐的吃瓜群众连连追问，却个个欣喜若狂，兴致勃勃，看热闹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陈妍希和陈晓相距甚远。陈晓和陈妍希结婚后，他的眼里没有光，音波连连爆发，紧追不舍。陈晓和陈妍希成了一对不断传闻要离婚的演艺界夫妻。不过这时候他们已经结婚很久了，也有了孩子，这些讨论又能算得了什么，好不好？陈晓虽然身处娱乐圈，但他的想法并没有那么新潮，他骨子里还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家庭观念的。他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不会离开陈妍希。事实也一样，陈晓慢慢康复，开始和陈妍希一起秀恩爱，一起过好日子，一起听课，在社交媒体上多互动。尽管外界不断争论不休，但他们夫妻俩总算是稳定下来了。据受影响的人说，情况已经稳定。他站起身来，直面争论：陈晓奥特曼是吗？他眼里还有光，一脸的不屑和讽刺。然而，网友的讽刺只是陈妍希的第一步。喜欢秀恩爱的他，似乎在和外界较劲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陈晓总是挂在嘴边。说大事还好，都是小事。有一时的想法在纸上生动起来。我只是想看看你，不服又杀不死我。有人总结了陈妍希的公开表态。她说她天天爱着陈晓，陈晓喜欢刘德华老公叫她，陈晓喜欢她帮陈晓试菜，陈晓生活不能自理，只能依赖她。总之，陈晓离不开她。可以说，多了就会有损失。他嘴里的陈晓开始变了72次。
他一时间什么也不知道，只好靠着他点菜。除了礼物，我稍后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陈晓的生日礼物。在他口中，陈晓变成了一个连各种开关在哪里、怎么打开都不知道的人。陈妍希一味贬低陈晓并无恶意，只是为了强调他对陈晓的重要性。但所有车迷都知道，陈晓是个四驱车爱好者，对电路了解不多。他怎么会这么傻？跟团拍戏1年了，怎么连吃住行都不知道？如此一来，陈妍希前脚秀恩爱，后脚一手撕裂。他越上节目，观众就越反感。相反，当他完全沉默的时候，外界对他和陈晓的婚姻也就没那么刻薄了。每次他出现的时候，总会有人议论陈晓和陈晓、赵丽颖的过期糖，何必呢？确实，有一种叫陈妍希秀恩爱的做法，前后矛盾，越做越难受。03，其实谈及婚姻，你们之间的了解程度就知道了。没有冒犯陈晓粉丝的意思。陈妍希好不好，我不去评论。但至少他愿意一出事第一时间出面顶他，这就是他的态度。陈妍希也不必与互联网用户竞争，他想到了法爱，毕竟他是守护美男如花似玉的人，更是拥有可爱儿子的人。我们住在，毕竟老外挣面子，2个人1个人过得好，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